今天我们要揭开一个埋藏数十年的谜团：台湾真正属于谁？许多人直觉回答，台湾现在不就是中华民国吗？也有人说，当然是中国的一部分啊。甚至还有阴谋论者暗示，台湾其实在美国掌控之下。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哪一种说法才是历史与法律的真正答案？这个答案可能颠覆你一生的认知，因为它牵涉战争、殖民、外交博弈和人民意志。多年来一直没人敢明说，现在就让我们一步步抽丝剥茧，深入探讨这个禁忌的真相。许多人以为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历史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回到数百年前，台湾是一座主要由南岛语系原住民族群居住的岛屿，与中国大陆隔着台湾海峡，在很长时间里彼此相对隔绝。中国古代曾在文献中提到过台湾，譬如称为东番或琉球等，但直到明朝为止，历代中原王朝从未真正统治过这座岛屿。17世纪中叶，一场巨变将台湾推上国际舞台。西元1624年，荷兰人登陆南台湾，在台南建立热兰遮城，开始对台湾南部进行殖民统治。不久之后，西元1626年，西班牙人也在北台湾基隆一带插旗筑城。台湾一时成为欧洲殖民者逐鹿的战场。尽管明帝国在对岸，但当时明朝政府对这些外国势力在台湾的活动几乎无力干预，毕竟那时的台湾还不属于任何中国王朝。西元1662年，明朝遗臣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他不是代表清朝，而是代表已经覆亡的明朝势力，在台湾建立起东宁王国，作为反清复明的大本营。郑氏子孙在台湾经营了20多年，可是这时候全中国大陆已经落入满清统治。西元1683年，清朝大将施琅率军攻下台湾，郑氏政权瓦解，台湾遂纳入大清帝国版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整座台湾岛实施统治。起初，清廷对于统治台湾兴趣缺缺，甚至一度有得台湾无所用的轻视想法。然而随着沿海移民迁入开垦，台湾的重要性日增。清朝治理下的台湾最初隶属福建省，直到光绪年间的1887年，清廷才将台湾升格为一个行省。可见清朝真正经营台湾也不到20年时间。在此之前，台湾并非如某些宣传所言，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它的融入中国版图其实只有清朝的200年间，而且这段关系很快又被战争改写。巨变来临于1895年，那一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白纸黑字写明，清朝永久割让台湾及澎湖给日本。试想，当时的台湾人民晴天霹雳，从此他们不再是大清子民，而成了日本天皇的臣民。就在割台消息传出时，台湾士绅一度试图自救，他们宣告成立台湾民主国，不愿直接被日本统治，期盼以独立形式让列强协助保全。然而这个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只维持几个月便被日军镇压夭折，最终日本全面接管台湾，开启长达50年的日治时期。50年日治让台湾的面貌和认同发生巨大变化。日本在台湾推行现代化建设，也展开同化政策。2代台湾人在日语教育下成长，有者甚至为日本打仗捐躯。对那时的居民而言，祖国中国渐行渐远，很多台湾人到2次大战末期都还以身为日本臣民自居。这段历史往往被后人忽略，却是理解台湾归属问题的一把钥匙。1895年割让后，清朝已经放弃了对台湾的主权，日本成为新的合法主权拥有者。因此，当未来日本放弃台湾时，理论上台湾不会自动物归原主，因为原主清帝国早已放弃所有权。那么日本战败后，台湾该归谁？这就埋下了后来的伏笔。时光飞逝，到20世纪40年代，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成了同盟国的眼中钉，而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自然也是盟军的攻击目标之一。战争进入后期，轴心国节节败退。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中国领导人蒋中正齐聚开罗开会。在那场开罗会议上，蒋中正极力争取战后把台湾归还中国。开罗会后发表的
开罗宣言中确实声明战后台湾和澎湖应归还给中华民国，这一句话成了往后两岸政府都高举的历史依据，许多人因此坚信二战胜利后台湾理所当然回到中国怀抱。然而事情远比想象复杂，开罗宣言虽有此主张，但当时只是三国领袖的共同宣誓，并不是国际法上的条约。别忘了，开罗会议时战争尚未结束，日本还没投降，日本政府当然更不可能签署这份宣言。同盟国之所以发布开罗宣言，主要是向全世界，特别是中国民众表态战后处置方针，但它不具法律强制力。之后在1945年7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中，盟国再次重申要依照开罗宣言进行战后安排。问题在于，这些都是同盟国单方面的声明，而日本在战败投降前从未正式同意过。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日本终于承受不住，同年8月宣布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甲板上，日本代表签署降服文书，接受波茨坦公告，二战正式结束。这一纸投降书意味着日本放下武装，不再抵抗，但它本质上是一份投降与停战文件，并非正式的领土转让契约。换句话说，投降书让日本放弃对台湾等地的统治权，但没有立刻把主权转给某个特定国家。一切领土归属问题还必须透过战后正式合约来处理。战后，日本本土由盟军占领，开始非军事化改造，而远在海外的台湾由谁来接管呢？基于盟军协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发布一般命令第1号，授权蒋中正派遣军队代表同盟国接受台湾日军的投降。于是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了日军投降即台湾光复仪式。那天，驻台日军向中国战区受降主官陈仪呈上降书，中华民国正式开始在台湾行使管辖。许多台湾人欢欣鼓舞地庆祝光复，认为结束半世纪殖民统治，重回祖国怀抱。然而细究之下，这一天的意义更接近军事占领的开始，而非真正主权移交。是的，你没听错，1945年的接收台湾其实是盟军授权下的占领行为。当时一些国际法学者和美方官员就提醒，在正式和平条约签订之前，台湾名义上仍属于日本领土，只不过由盟军代管。事实上，美国政府人士曾明确表示，日本签署的降服文书只是一份停战协议，不是领土主权转让的法律文件。因此从1945年到1952年这段期间，台湾的地位相当特殊，它脱离日本的统治，但主权归属尚未通过条约确定，处于同盟国军事占领之下。中华民国政府虽在台行使行政权，但严格说来，那时的他是以盟军占领当局身份治理台湾，而非已取得对台湾的主权。这种说法听起来不可思议吗？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当然对外宣称台湾已光复归国，还把10月25日定为光复节加以庆祝。对一般百姓而言，也普遍相信台湾重新成为中国的一省。然而埋在底下的法律技术问题是很少人仔细思考的。直到几十年后，许多人才惊觉，当年的光复其实缺了一道最关键的法律程序。日本要真正割让台湾，必须在国际条约中明确写出新主权归属。然而这件事在1945年并没有完成。正在台湾经历光复之际，远在中国大陆本土，局势却急转直下。二战刚结束，国共内战随即爆发，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为争夺中国统治权短暂合作后撕破脸，兵戎相见，战火在3年内迅速燎原全中国。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击败蒋介石国民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蒋介石则率残余政府和大批难民撤退到台湾，延续中华民国政权。情势惊人逆转，原本以盟军中国代表身份占领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顷刻间失去了大陆的统治权，自身变成一个在台湾的流亡政府。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称继承了中国主权，包括理所当然应拥有台湾。然而中共政权从未统治过台湾一天，当时台湾正由败退来的国民政府严密控制，
共产党根本鞭长莫及，这就造成一个扑朔迷离的局面。两个政府都宣称自己代表中国，也都声称拥有台湾。对中华民国而言，台湾是其光复的领土，甚至一度将台湾正式划为第8省，视同国土一部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台湾是尚未解放的神圣领土，迟早要解放统一。从1949年开始，台湾到底属于哪个中国，成为国际间令人头疼的难题。而此时更大的变数出现了，原本预定要解决台湾法律地位的对日合约，也被冷战对立搞得复杂化。战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终于在1951年举行，同盟国与日本于旧金山签署对日和平条约。这部条约关乎台湾命运的关键条文写道，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群岛的一切权利、权利依据与要求。这句话标志着日本正式放弃台湾主权。然而，千万注意，条约只提到日本放弃，完全没有指明台湾主权接下来归属何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签约时出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代表中国的一方到底让谁坐上谈判桌？此时，世界上出现了两个互不承认的中国政权，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北的中华民国、美、英等主要同盟国对于邀请哪一方参与合约签署意见不一，最后协商结果是干脆两边都不请。也就是说，旧金山合约的签署，各派系的中国代表都没出席，于是条约里对台湾归属只能模糊带过，不可能明确写交给中华民国或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果，日本宣告放弃台湾，但没有接收者的名字列在条约上。可以说，台湾的法律地位在这一刻反而变得扑朔迷离。清朝早已放弃主权，日本现在也放弃，而两个中国都没被认可为合法继承人。台湾仿佛成了在国际法上无主的领土，处于主权未定的状态。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旧金山合约没邀请两岸，那战后不是还有一份中日合约吗？不错，1952年4月，在旧金山合约生效同日，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也和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又称台北合约。这份条约基本复制了旧金山合约对领土的规定，再次确认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可是它同样没有规定台湾主权移交给中华民国条约，只是说日本放弃。至于放弃后日本就无权再处置台湾。当时主持谈判的中华民国外长叶公超也坦诚，在现行情况下，日本没有权利把台湾澎湖转移给我们，即使日本有意，我们也不能接受。这番话乍听惊人，意思是就算日本想把台湾主权让渡中华民国，也因为国际现实与合约限制而无法直接实现。归纳一下这段复杂的条约攻防，1952年以后，日本对台湾主权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而台湾的归属，国际条约中却没指明由谁接手。中华民国声称已在1945年接收台湾并光复，但那毕竟缺乏一个正式的国际承认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怒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却在合约签订时被排除在外。一时间，两岸政权都坚称拥有台湾，但彼此谁也无法让国际社会完全认同自己的主张。于是，台湾地位未定这个观点逐渐形成。他指出，台湾在法律上并未明定属于哪国，未来前途有待决定。这种说法正是美国在冷战初期乐于强调的。为何美国要强调台湾地位未定呢？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台湾的战略地位猛然提升。1950年6月，北韩南侵南韩，韩战开打。美国总统杜鲁门担心共产势力扩张，除了派兵救援韩国，也迅速决定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中国内战双方在此时再开战端。杜鲁门公开声明，台湾的地位尚未确定，意思是台湾问题应等待将来国际解决。美国绝不容许北京此时以武力解放台湾，也不支持台北反攻大陆，把台湾海峡先给稳住。可以说，正是韩战的契机，让美国全面介入台海事务，台湾得以暂时免遭解放军攻击，进入一段由美军保护的状态。自此，台湾在美苏冷战格局中被牢牢纳入美国阵营。1954年，美台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华盛顿成为台北背后最大的靠山。同时，美国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立场，不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也不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的对台政策被称作一中政策，但与北京坚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一中原则不同，美国的一中政策内容相当模糊。简单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并且理解中方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但美国自己并未在主权归属问题上选边。这种模棱两可其实是刻意为之，因为美国希望避免直接承认北京对台湾拥有主权，以免断送台湾的未来选项，同时又不刺激北京不公开支持台湾独立。于是台湾的地位就这样被冷冻在一个未定但现状如此的情境下。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二战后的一系列动作仿佛隐隐把自己当作台湾问题的仲裁者，甚至暂时保管人。想象一下，日本战败后，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派中国接管台湾，其实等于美国授权国民政府代为占领。旧金山合约由美国主导起草，把台湾列入日本放弃领土，但不指定归属。为什么？部分原因是美方希望保有对台湾前途的发言权。日后美军长期驻扎台湾，更强化了台湾受美国保护和影响的事实。有趣的是，在类似情况下的琉球群岛，美国就明确以美国军事政府名义托管，后来再交还日本。而台湾，美国从未宣告结束过占领或托管，却也没正式宣称托管，因为名义上台湾仍在中华民国管辖下。于是某些法学者提出，美国实质上握有台湾的残余主权，直到台湾地位有合法定论为止。这种说法或许偏颇，但从军事和外交角度看，战后没有美国，就没有今天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生存，倒是无可否认的。时序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命运迎来又一次重大考验。冷战格局渐变，美国开始与中国大陆关系解冻。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通过，由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北的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中国席位的代表。这意味着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了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许多人误以为，既然联合国承认北京，那是不是等于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了？然而，细读2758号决议文，会发现里头完全没提到台湾，决议只是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并没有宣布台湾地位，只是从此台湾、中华民国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无从自行发声。北京当局则携国际新地位，开始在各场合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的论述。在联合国内幕中，其实也曾出现关于台湾地位的争论。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事件是2007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拒绝台湾以台湾名义入联的申请时，声称联合国认为台湾按照2758号决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潘基文这番话引起轩然大波，因为2758决议压根没明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他的说法等于私自替联合国下了结论。美国政府随即表态不满，公开反对联合国秘书处援引该决议来背书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观点。美国重申美方对台湾主权不采取立场，并指出联合国文件中声称台湾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法并未或包括美国在内多数会员国接受。如果联合国坚持那种定义，美国将予以抗议。据维基解密后来揭示，潘基文本人在私下会谈中也承认，他关于台湾的公开表述有点太超过。最终，联合国秘书处低调地调整措辞，不再明文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但在实际运作上仍沿用北京要求的称呼，把台湾标记为中国的台湾省。国际组织多半遵循联合国惯例，不会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但像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不愿背书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于是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大家表面遵守一中原则的措辞，但对台湾主权问题心照不宣地保持模糊。1970年代末，伴随着联合国议会，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再次被推到了聚光灯下。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与台湾方面断绝官方外交关系。许多人可能以为这代表美国抛弃台湾，承认中国对台主权。然而美国的表述仍然很巧妙。建交公报中，美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里的英文用词是 acknowledge 知悉、尊重之意，而非 endorse 认可。换句话说，美国只是不挑战中国对台湾的主张，但也没明说台湾归属中国。同一天，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单方面制定法律保障台湾的实质利益和防卫需要。《台湾关系法》没有认可台湾主权属于谁，只强调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都令人严重关切。也就是说，美国关注的是台湾前途必须和平解决，至于解决成什么样，它保持战略模糊。冷战后期直到近代，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态度大多遵循这条路线，政治上不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但在现实上维持与台湾的往来。各国政府为顾及北京，表面上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与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可实际上台湾有2300万人口，自己的货币经济、民主政府和强大科技产业，谁能忽视它的存在呢？于是大家在非正式层面跟台湾保持着密切联系，例如设立办事处代替大使馆，给予台湾护照持有人签证待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某些国际会议等等。这些举动等于默认了台湾当局对岛内的有效统治。许多国家其实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对台湾地区的管制权，只是在主权这2个字上按下不表。因为一旦谈及主权，就势必要决定台湾是中国的还是台湾人民自己的，这正是各方回避的敏感问题。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台湾真正属于谁？看完上述复杂的历史和外交角力，答案似乎呼之欲出，又令人感到意外。简单说，台湾目前在法律上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北京坚称如此，但它从未通过任何条约或继承事实取得台湾的统治权。同时，台湾也很难说属于中华民国，因为当年蒋介石接受投降只是军事占领性质，之后的国际合约并未正式赋予中华民国对台湾的主权。即便中华民国政府一直有效统治台湾至今，但在国际法上更像是先占据后因各方默许而继续管制的状态。至于说台湾属于美国，就更非字面意义。但不得不说，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影响力和主导权一直存在。美国也从来没有承认台湾主权属于中国任何一方。在某种角度看，战后直到现在，美国扮演了台湾命运守门人的角色，虽未殖民，却近似握有一把关键钥匙。如此说来，答案难道是台湾属于台湾人民自己吗？这句听起来理所当然的话，放在台湾问题上却格外惊心动魄，甚至被视为禁忌的真相。因为一旦承认台湾人民有权自行决定前途，那就等于默认台湾可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正是北京当局绝对无法接受的，也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连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都不愿碰触的观念。北京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主权不容分割，不允许台湾人民主体这种说法，而传统的中华民国立场也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只是由中华民国统治。直到近年台湾本土意识高涨，越来越多人认同台湾前途应由岛内2300万人民决定，才打破了长久以来的禁忌。没人敢说的真相其实就是台湾的主权归属至今未定，最正当的归属对象其实是台湾自己。这个真相之所以少有人公开宣示，不是因为不合理，而是因为太合理，对某些政权却太可怕。对北京而言，承认主权未定，住民自决，无异于松开他们声称的历史拥有权。对许多国家而言，挑明台湾主权属于台湾人民，等同于支持台湾独立建国，可能引发中国强烈反弹，甚至战争风险，所以各国领袖轻易不敢说破。然而正如历史给我们展示的，台湾几经易手，早已走出一条独特道路。它不再由中国王朝统治，也不再受日本殖民，它有自己的民主制度和民众认同。今日的台湾其实早就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自主政治体。可是事实归事实，
在法律文件上确认主权归属仍欠临门一脚，要么透过两岸协议统一，让台湾明确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要么透过国际承认，让台湾成为公认的独立国。当前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因此台湾继续维持一种灰色地带的现状，名义上有个叫中华民国的政府治理，实际运作跟独立国家无异，只是缺少国际法明定的地位。这种状态或许维持一时和平，但长远来看，隐含危机，毕竟主权未定，意味着有人觊觎，有人不甘。北京从未放弃以非和平手段取台的可能，台湾人民则一代代更加坚定自己国家前途应由自己决定。真相曝光后，更凸显这场拉锯的本质，台湾最终属于谁，其实应也只能由台湾人自己决定。总而言之，台湾问题萦绕70余年，各方绕来绕去不敢明说的核心，其实就是主权在民的道理。只是这简单道理在大国博弈下被遮掩，成了不能说的秘密。现在你知道了，历史档案与法律脉络告诉我们，台湾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也未曾正式以条约方式归还中华民国，美国则一直暗中主导平衡。台湾的归属权实质上落在台湾2300万人民手中，这才是颠覆常识的真相。只是如此直白的答案，牵动的利益实在太大，所以没人敢说。未来如何，将端看台湾人民如何抉择，以及国际社会如何面对这个现实。或许有一天，国际上终于承认台湾是一个属于台湾人民自己的国家，又或许在巨大压力下，台湾被迫走向另一条路。在结局到来之前，真相仍然是那一句，台湾真正属于谁？属于那群在岛屿上世代耕耘、生息繁衍的人民自己。知道了这点，你在听那些官方宣传时，是否感到豁然开朗又隐隐不安呢？这就是台湾问题的复杂与戏剧性所在。而我们揭开的这个真相，正是希望让更多人正视决定台湾命运的钥匙，其实早已握在台湾人自己手中，只看他们何时有勇气开启那扇门。